听四月说中文。嗨，大家这周过得好吗？9月也过一半了，觉得到年底时间就过得特别快，不知道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？尤其是有过圣诞节、万圣节的国家，应该都很期待年底赶快到来吧。虽然台湾年底真的没什么节日，不过我们也是会很期待这些节日的到来哦。那我今天要讲的是关于补货这件事。因为我们家现在是习惯1周补货一次，把1周的早餐啊或是猫食啊都准备好，不用每天都出去买东西。那就让我想到要分享关于台湾人补货的习惯。大家都是会去什么样的卖场，或是有什么样的种类的卖场啊等等这些介绍，希望对于在台湾生活的大家有一些帮助。那我就开始分享今天的主题，关于台湾人补货的习惯。如果要买家用品，你都会去哪里买呢？是很大的卖场，还是就近的杂货店呢？大家都知道台湾购买东西非常的便利嘛，尤其是之前有谈过便利商店的惊人数量，随意走在街上都可以经过一间便利商店。如果你是租屋，又只是想要买简单的东西，基本上便利商店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哦。虽然价格上可能比较贵一些，但是以方便程度来讲，应该就是最好的选择了。不过其实台湾有很多中小型的卖场，不仅价格便宜，商品种类也相当齐全。另外也有像是 Costco 一样的大卖场，方便大家采买。那么究竟是哪种商店是热门的补货地点呢？想补充一下，补货这2个字虽然通常是用在商业上比较多，但是一般家庭说的补货，其实就是补给家里所需的用品、食品等等这样的意思。那当然要决定去哪个卖场补货，或是喜欢哪个卖场，都和每个人的喜好，或是和自己家里的距离有些关系。有时候可能一些产品只有在某个卖场才有，你又刚好喜欢买那个产品的话，当然就会不计成本的去那个卖场买东西啦。或是有些卖场的氛围就是比较好，也可能让人比较喜欢去。像是我常常说的贵妇超市，叫做 Jason Markets， 里面的商品虽然比较贵，但是氛围真的很好，也让人感觉到很舒适。以前住在附近的时候，非常偶尔才会去逛一下。不过普遍来说，大家考量的点当然就是2个，一个是距离，另一个就是价格了。首先以距离来说啊，像刚刚说的中小型卖场，就是很受欢迎的选项。如果你住在台湾，应该有听过全联福利中心，大家都简称全联。这大概是目前在台湾最多间的中小型卖场了。要说它是中小型，好像也有点小看它了。有些全联的店是相当大间，尤其是台北以外的全联，很多都已经和传统的大卖场有得比了。而它最大的优势，除了地点都开在比较方便到达的地方以外呢，价格也是相对便宜。至少我的经验来说，去全联买东西都觉得很划算，甚至因为搭配他们自己开发的 App 来支付，经常因为消费而累积了许多点数。未来在结账的时候，还甚至可以当做现金使用呢，觉得福利很不错。是我个人最常去补货的地方哦。不过如果你是家里人比较多，也习惯一次买多一点东西回家囤货的话，那么你应该会比较喜欢去台湾人所说的大卖场，也就是像 Costco 一样的室内卖场，面积相较于刚说的全联就大了许多，且每样东西一次卖的量也比较多。这种大卖场是针对小家庭为主的，像是在台湾有家乐福和大润发这2个最常见的大卖场。尤其是家乐福，
不仅卖的东西种类相当多，甚至有很多都结合了商场。你除了可以去那里买东西之外呢，还可以在他的商场吃东西或是逛一些 outlet 等等。另外家乐福的特色还有像是电器商品，有专门的服务人员可以咨询。另外还有像是进口商品的区域，有卖着不同国家进口的东西。这几点应该是家乐福独有的特色吧。如果你是一个假日要去补货，但是又不知道接下来可以去哪的人，家乐福应该是个很好的选择。不过和 Costco 的差异呢，就是它卖的商品量不像 Costco 这么多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Costco 好事多逛过呢？像我是2人的小家庭，每次去都不知道要买什么，因为一次都是买很大的量。除了超好用的3层卫生纸以外，其他像是零食啊、泡面啊、面包等等，可能要吃好久才吃得完，吃到都吃腻了。所以当我想要补大量一点的东西，还是会选择去家乐福买刚好的量。所以这也是看每个人家庭成员的人数和补货的习惯了。不过除了这些常见的连锁大小卖场以外呢，台湾还是有很多所谓的五金行或是杂货店这样的传统商店。像是五金行，看字面上可能不知道是什么，其实就是卖很多生活上的水电用品、材料或是修缮相关的商品等等。但是只卖这些或许有点太单调了，所以大部分五金行都还会卖其他生活用品。基本上你能想到的卫生纸啊、沐浴乳，甚至食品都有卖。虽然繁华的都市中已经几乎看不到传统五金行了，但还是有很多缺少卖场或是便利商店的地方可以看到五金行的身影。另外像是传统的杂货店，在以前没有 7-Eleven 这种便利商店出来的时候呢，我都是去杂货店买东西。好像不小心透露年龄了。不过杂货店卖的商品就没有这么多。现在经常看到的像是卖酒类啊、鸡蛋、香烟这些物品，其他应该是以能保存的食品、零食居多。残酷的是因为新型的便利商店越来越多，所以杂货店的数量的确变得非常少。但也看过传统杂货店重新装潢，变成带有台湾味却又新颖的杂货店，也是吸引了不一样的客群前来购买。虽然已经不是针对大家的需求所开的店了，但是这样有特色的店，如果能留下来的话，还是觉得很好的。那讲完这些，也想问大家，不知道你们补货的时候会以方便还是以价钱为主呢？像我听过日本有像是业务超市这种超便宜的店，也是会有人特别开车去买。你们国家也有类似这种超便宜的卖场或是超市吗？如果来台湾的话，推荐可以去这些不同的卖场走走，或许你会找到你喜欢的购物方式，也可以让生活更加便利。不仅能找到更多不同的商品，也可以省下不少的钱哦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。我也会持续的更新，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